你可能以为《壮志凌云独行侠》里那架帅掉渣的暗星只是电影特效，但很少人知道，那套外形语言真的是洛克希德·马丁臭鼬工厂的工程师画出来的。于是，荧幕里的虚构飞机和现实里的超级机密项目 SR-72 突然有了模糊的交集。SR-72 被军迷叫做黑鸟之子，传说早在2006年就有风声。2013年，臭鼬工厂破天荒对外放话，要造一架6马赫的战略侦察机。要知道，这帮人一向是造出来再说，所以这次的主动曝光更像是一记烟雾弹，既是给五角大楼看的预算申请，也是给潜在对手的心理战。后来更刺激的来了，有卫星真的在暗星拍摄地上空拍到了 SR-72， 结果拍到的是电影道具还是真机，没人说得清。再加上2018年俄方高超音速武器一公布，洛马立刻撤下官网全部 SR-72 资料，高管闭口不谈，节奏一夜之间切换到最高机密。但这架影子机并不是空口造梦。帕姆代尔新建的648号大楼，团队人数5年暴涨 75%， 财务报表里那笔高度复杂系统集成的巨额前期投入，这些都在说明SR-72 极可能已经进入低速生产，它不是 PPT， 它是已经有影子的现实。就这样 SR-72 在真与假之间反复游走，一边用电影和传闻挑动好奇心，一边在工业体系深处默默成型。它继承了黑鸟的速度野心，却准备带上打击能力，把拍完交给别人打的冷战模式升级成拍完自己打的新时代玩法。如果说 SR-72 是猎鹰，那它的心脏就是一个怪物级吸血发动机TBCC 涡轮机组合循环推进系统。简单点讲，这玩意儿能让飞机在起飞时像普通战机一样用涡扇慢慢加速，到3马赫左右时直接变身，切换到超燃冲压模式，像子弹一样把速度推到6马赫。这可不是科幻小说，喷气火箭动力公司已经在为它定制发动机，前半程用类似 F-15那种高推力涡扇把庞然大物从跑道上拖起来，还能平稳跨音速。一旦速度够了，涡轮进气口关闭，气流改道进入超燃冲压通道，在还没减速到升速的情况下直接燃烧推进，结果就是你眼里的加速变成了跳档，从喷气机瞬间进化成高超音速飞行器。听起来很浪漫，但现实是地狱难度。6马赫意味着机身表面温度可以飙到1000摄氏度以上，足以让普通铝合金像冰淇淋一样融化。所以 SR-72 的皮肤要用碳、陶瓷、金属复合材料，就像给飞机穿上一套能在等离子火焰里游泳的铠甲。还有空气动力学的挑战，在这么高的速度下，哪怕是机鼻进气口的形状误差 0.5 毫米，都可能让气流混乱，导致发动机喘震甚至熄火。而且切换模式的那一瞬间，飞机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就可能直接失速坠毁。这就是 SR-72 的野心，不仅要飞得比黑鸟快1倍，还要全程高效稳定，把过去的高超音速实验机变成可以天天起飞的实战平台。它不再是追求最快的一次，而是在追求次次都快。别被战略侦察机这个称呼骗了， SR-72 可不是单纯的会飞的长焦相机，它未来最大的杀手锏可能是把拍照升级成拍完直接打。想象一下，一架以6马赫在 2.5 万米高空巡航的 SR-72， 雷达还没锁定你，它的传感器已经完成全景扫描，把目标坐标丢进机腹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制导系统，然后不需要呼叫轰炸机，不需要等下一波战机，它直接俯冲发射，导弹在几分钟内就能砸到数千公里外的目标。这种玩法的意义在于速度压制。SR-72 和它的弹药都在防空反应时间之外行动，现代防空系统就算第一秒发现你，也来不及部署拦截。打击链极简化，传统侦察、分析、下令、出动、打击的流程被压缩到一架飞机一次任务，反应时间可能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多任务弹药兼容，不仅是昂贵的高超音速导弹，还可能挂载相对低成本的精确制导炸弹，甚至反辐射导弹，专门猎杀敌方雷达和指挥节点。更狠的是，这台极速轰炸机还可能是无人机，完全不需要考虑飞行员的生理极限，高过载机动、高温高噪音环境全靠机体和 AI 承受，人类只需要在地面发号施令。换句话说， SR-72 的定位正在从侦察机向高速隐身无人多用途打击平台转型。它不只是发现战争的第一秒，
它可能直接制造战争的第一秒。6马赫是什么概念？当你还在脑子里反应目标出现了，它已经飞出你防空系统有效区。现代防空雷达再先进，也有2个致命弱点：探测与反应是有时间延迟的，哪怕是毫秒级延迟。对于以6马赫飞行的目标来说，也意味着它已经跨过了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空间。防空导弹需要机动拦截，而在超高音速下，目标航迹变化极小的时间里，拦截解算几乎等于在追一颗低轨卫星。相比之下，卫星的轨道是可预测的，敌人早就能算出它何时经过，从哪一个角度观测，于是提前遮盖关键设施。SR-72 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随时从任何方向突入，雷达发现它时，留给防空部队的反应窗口可能不足1分钟。这带来3大革命性变化：一 ISR 快到让敌人来不及隐藏，不用等卫星下一个轨道周期。SR-72 可以在任务下达后立刻起飞，几小时内抵达全球几乎任何热点地区。2打击链秒级化，侦察机发现目标后，不是发回数据等空军调度，而是直接发射机载武器完成打击，反应时间压缩到传统模式的0头。3突防概率飙升，6马赫意味着常规防空系统几乎无解，就算有理论上的拦截手段，部署和反应时间也来不及形成有效防御。换句话说， SR-72 不是单纯的比黑鸟快1倍，而是把速度变成了战略杀器。在敌人意识到威胁之前，它已经完成任务并消失在天际。要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还停留在 PPT 阶段，其实不用看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看工厂动静就够了。洛克希德马丁的臭鼬工厂向来是美国航空黑科技的孵化器，从 U2 到 F117 再到 SR-71 都诞生在这里，而 SR-72 的蛛丝马迹就藏在几条不起眼的工业新闻里。首先是648号大楼，这座位于加州帕姆代尔、面积21.5万平方英尺的巨型厂房，号称要用 AI 增强现实和先进机器人重构生产线。按常理说，给老项目升级生产线没必要砸这么大手笔，除非他在为一个全新平台量身定制。其次是人员暴涨，2018年以来，先进开发项目部门的人手增加了 75%， 净增2300多人，而且还有几百个职位悬空。对于一个号称只做原型机的部门，这个增速不正常，更像是已经进入了初期量产的节奏。再看财务信号，2022年至今，洛马在一个高度复杂设计和系统集成的机密项目上自己垫了 3.35 亿美元，还在2024年的第2季度超支4500万美元。这种合同前投资意味着他们笃定五角大楼迟早会买单。最有意思的是，2018年普京宣布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进展后，洛马立刻下架了官网所有 SR-72 资料，高层也集体闭嘴。这种突如其来的信息蒸发通常意味着项目被重新划入更高的保密等级，要么是技术突破了，要么是已经进入敏感部署阶段。换句话说，臭鼬工厂没说，但它的呼吸频率已经出卖了自己。SR-72 很可能已经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首飞日期，或者说它飞过几次了，只是没人敢承认。在电影《凌云壮志独行侠》里，那架充满未来感的暗星一度让观众怀疑，这是不是洛马真的提前泄露了 SR-72？ 事实是，部分外形细节确实出自臭鼬工厂的设计团队之手，只是换上了电影滤镜。更有意思的是，据外媒报道，中国甚至曾临时调动间谍卫星飞越拍摄片场，试图确认这架暗星是否为真实的试验机。这也从侧面说明，在高超音速领域，美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竞争对手的神经。但 SR-72 的未来并不是一片真空，它面对的竞争者名单越来越长。哈马斯赫莫斯公司的 Courthouse 夸马特项目主打可重复使用的高超音速平台，莱德斯莱多斯公司的 Mayhem 浩劫由空军研究实验室支持，强调多任务与快速迭代。他们都想在2030年代前后抢占高超音速飞行的战场主动权。SR-72 的优势在于臭鼬工厂的隐形设计验证和成熟的军方关系网，但劣势在于项目保密导致外界很难预判进度，甚至可能被民营黑马抢先首飞。至于服役时间表，官方口径是2025年试飞，2030年前形成战力。
但按臭鼬工厂一贯的风格，这个时间可能既是烟雾弹，也可能已经悄悄提前。所以问题来了， SR-72 会不会真成了未来的天空统治者，还是说它只是下一场空天竞赛里的一个阶段性赢家？你怎么看？如果高超音速平台全面投入实战，防空系统还有存在感吗？如果你喜欢这种深挖防务项目的内容，记得点赞关注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在下期等你。